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北西刚医生所著的《自我治疗慢性鼻窦炎，缓解困扰的鼻塞症状》这本书。北西刚先生是耳鼻喉科的专业医生、医学博士，同时也是北西耳鼻喉科的创始人。他每天都在为许多因鼻部问题而困扰的患者提供治疗。这本书非常适合希望学习有关鼻部问题的正确医学知识的人，或是目前正被鼻部问题或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所困扰的人。您是否正在经历以下这些鼻部问题呢？总是鼻塞、呼吸困难，早上醒来时喉咙干涩，鼻涕流个不停，出现浓稠的鼻涕，打喷嚏停不下来，喉咙深处有异物感，经常头痛，眼睛深处疼痛，入睡困难，甚至失眠。如果您符合多项症状，那么很可能你已经深受鼻塞等鼻部问题的困扰了。事实上，像您这样为鼻部问题烦恼的人非常多，这也是北西刚医生通过日常接诊患者得出的直观感受。本书主要讨论鼻塞相关的疾病，尤其是以慢性鼻窦炎为代表的问题。此外，他还系统性地介绍了与鼻塞相关的内容。或许您会觉得鼻塞是个小问题，但实际上它可能带来严重的影响。除了头痛和失眠之外，鼻部问题还可能导致无法集中工作、情绪烦躁、身体疲惫、嗅觉丧失、味觉减退等症状，进而影响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。鼻部问题绝不是可以放任不管的小事。本书不仅介绍了通过医院治疗的方法，还详细描述了可自行解决鼻部问题的自我护理方法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您的鼻塞总是治不好；第二，自我护理方法总结；第三，关于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的解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您的鼻塞总是治不好？据说，北西刚先生的诊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患者。例如，有些人辗转多家医院却始终未能治愈，有些人甚至在大学医院接受诊断，但依然无果。还有人虽然一度好转，却很快复发，更有患者因症状严重而影响到日常生活。还有很多人因慢性副鼻窦炎求助，这也是一个不亚于花粉症的常见问题。副鼻窦炎是指副鼻窦内的空腔发生炎症的疾病，无论是过敏性鼻炎患者还是副鼻窦炎患者，很多人都感到治愈过程异常困难。鼻塞难以治愈的2个主要原因：一、鼻塞的真正原因没有被准确查明；二、尽管原因明确，但疾病本身难以治愈。接下来，我们对这2个原因分别进行简要的说明。一、鼻塞的原因未被正确查明。鼻塞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可能由多种疾病或身体状况变化引起。要准确查明原因并不容易，由于鼻部问题的复杂性和专业性，很多非专业医生可能难以做出正确诊断，导致患者的病因未被明确。正确诊断疾病是治疗的起点，如果病名未被确认，病因未被查明，就无法开展适当的治疗。因此，找到经验丰富且能够准确诊断的专业医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二、尽管原因明确，但疾病本身难以治愈。一些疾病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很难治愈。例如，过敏性鼻炎本质上并非一种疾病，而是一种身体正常的防御机制及过敏反应过度表现的结果。正因为如此，抑制这些反应变得十分困难。尽管有少数患者的花粉症可能会自然消失，但大多数人需要长期与其共存。再比如副鼻窦炎，分为急性和慢性2种类型。慢性副鼻窦炎指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的情况。虽然随着药物和手术技术的进步，许多慢性副鼻窦炎患者能够避免病情加重，但仍有部分患者无法完全治愈，特别是一些人因为拖延治疗，导致病情恶化为慢性甚至重症化，使得治疗更加困难。关键在于采取积极措施，努力缓解症状并控制病情发展。正如北西刚先生所说，主动寻找解决方案，努力改善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不治疗鼻部问题，会面临各种负面影响，
本书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说，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过敏进程，这是指从婴幼儿时期的特应性皮炎开始，逐步发展为食物过敏、支气管哮喘，最后到过敏性鼻炎等各种过敏性疾病随年龄依次出现的现象。例如，从过敏性鼻炎发展为支气管哮喘，这种过敏反应会相互关联并不断恶化。显然，这样的连锁反应一旦发生，对生活将造成极大的影响。因此，尽早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至关重要。鼻塞问题的2大解决步骤：步骤1，找到鼻塞的真正原因；步骤2，根据原因进行治疗和自我护理。首先是寻找原因，最重要的一步是去耳鼻喉科等专业机构接受检查，明确鼻塞的真正原因。在原因明确后，再进行相应的治疗或自我护理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医生非常关键。对于长期困扰、每天都难以忍受的患者，其次，根据原因进行治疗和自我护理。北西刚先生特别指出，除了依靠专业治疗，患者进行自我护理也是极为重要的。书中提到了许多通过自我护理显著改善症状的案例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我们将详细解析本书提到的自我护理方法，并帮助大家根据自身情况学会正确的护理方式。通过以下3种自我护理方法，您的鼻塞问题将逐渐改善。接下来，我们具体解读每种方法的实施步骤。1、针对患处的护理，鼻腔冲洗。鼻腔冲洗是一种直接作用于鼻腔的有效护理方式，尤其适用于因鼻窦炎等导致鼻腔内出现炎症的情况。其主要作用是清除鼻腔内积存的细菌、病毒、花粉和脓液等，而单纯擤鼻涕或漱口无法充分完成这一过程。鼻腔冲洗的优点在于能够直接作用于鼻腔内部，帮助缓解鼻塞、鼻涕、头痛、嗅觉障碍、喉咙不适、久咳不愈等多种症状，同时也可预防感冒和花粉症。坚持每日鼻腔冲洗，能有效改善鼻部健康状况。鼻腔冲洗的具体步骤：准备一个小型塑料鼻腔冲洗瓶，将1/2茶匙约3克的盐溶解在330毫升温水中，调制成生理盐水，面向洗手台，低头下巴微收，将冲洗瓶的喷嘴贴在一个鼻孔上，一边挤压瓶身，一边发出啊的声音，让水流经鼻腔，换另一侧鼻孔，重复上述步骤。用纸巾轻轻按压鼻子，清除残留的水和分泌物。书中提到，许多患者通过鼻腔冲洗大幅改善了鼻窦炎的各种症状。建议您将这一简单且高效的护理方式融入日常习惯中。2、滴鼻油。滴鼻油是一种与鼻腔冲洗同样有效的护理方法，尤其适合由于年龄增长而导致鼻腔干燥的患者，如老年性鼻炎。此外，它还能缓解鼻塞、鼻涕、头痛、喉咙不适、久咳不愈等问题，并提高鼻腔的防御功能，防止细菌和病毒滋生。推荐使用的油：芝麻油、马油或亚麻籽油。滴鼻油的具体步骤：先进行鼻腔冲洗，以清洁鼻腔。准备棉签和适量的油，将油沾在棉签上，将棉签轻轻深入鼻孔，将油均匀涂抹在鼻腔内壁。书中列举了一些患者通过坚持滴鼻油，不使用药物即可缓解所有鼻腔不适的案例。这种简单的护理方法同样值得尝试。3、鼻部热敷。鼻部热敷特别适合晨起后鼻塞严重的情况。通过加热鼻部，可有效促进鼻腔血液循环，缓解因夜间血流不畅导致的鼻塞。热敷的具体方法：使用温热毛巾或专用的鼻部热敷工具，将热敷物敷在鼻子上几分钟，感到鼻腔逐渐通畅为止。这种方法简单实用，尤其适合晨起后立即使用，有助于迅速缓解鼻塞。接下来是第2种自我护理方法，通过饮食改善体质。我们从饮食入手来改善容易鼻塞体质。书中提出了改善鼻部健康的饮食疗法的5个关键点： 1、注重营养均衡； 2、避免暴饮暴食； 3、细嚼慢咽； 4、活用 LPS 食材；
5改善肠道环境。其中，关于营养均衡、避免暴饮暴食、细嚼慢咽以及改善肠道环境，相信观看这段视频的健康意识较高的大家都能认同其重要性。因此，这里将重点讲解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第4点 ：LPS 食材的活用。什么是 LPS 食材？您是否知道，有一种最新的食材可以帮助改善容易鼻塞体质？这就是被称为 LPS 食材的东西。LPS 是脂多糖的缩写。这种物质的优秀之处在于它能够作用于免疫细胞，调节免疫功能。LPS 如何发挥作用？特别是巨噬细胞，它是免疫系统中起核心作用的一类细胞。巨噬细胞承担着清除体内各种有害物质的清道夫角色，比如花粉、灰尘，甚至癌细胞。而 LPS 能够激活巨噬细胞，帮助它们更好地工作，从而平衡免疫反应。例如，花粉症是一种因免疫系统对花粉的过度反应而引起的过敏性疾病。LPS 通过增强巨噬细胞的功能，调节免疫系统，从而可能有助于缓解此类症状。LPS 食材的来源 ，LPS 并不局限于某些特殊的食材，而是广泛存在于我们日常摄取的谷物、根菜类、蔬菜、海藻、菌类等食物中。其中 LPS 含量较高的食材前3名为平菇、海带芽、裙带菜芽、莲藕。除此之外，荞麦、洋荠菜、芝麻、海苔、香菇、菠菜、华子菇等食材中也含有 LPS。建议大家在饮食中多加利用这些食材。在使用 LPS 食材烹饪时，有4个需要注意的重点，希望大家牢记。重点1：连皮食用。LPS 主要存在于食材的表皮部分，因此像莲藕、土豆、红薯等食材，建议充分清洗后连皮一起食用。此外，谷物中未经过精加工的部分也富含 LPS。重点2：避免长时间加热。生吃是最佳选择，但 LPS 属于耐热性较强的成分，因此即使加热后也能保留部分活性。然而，像油炸这样需要长时间高温烹饪的方式，会破坏 LPS 的结构，因此不推荐。重点3：避免长时间浸泡水中。LPS 是水溶性的，长时间浸泡会导致其溶解在水中，建议减少蔬菜和根茎类食材的浸泡时间。如果需要制作汤或炖菜，可以同时饮用汤汁，以摄取其中溶解的 LPS。重点4：与乳酸菌搭配食用。虽然乳酸菌本身不含 LPS， 但与乳酸菌一同摄入可以提升 LPS 的吸收率，因此建议将 LPS 食材与乳酸菌类食物搭配食用，如酸奶、发酵食品等。总之，即使无法完全遵循这些要点，仅仅增加 LPS 食材的摄入也会有帮助。如果可以，再参考这4个重点，会更加有效。第3点：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。引发过敏性鼻炎和花粉症的过敏源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，因此预防的关键是尽量远离花粉和室内尘埃等过敏源。外出时的注意事项：在花粉浓度较高的日子，尽量减少外出。外出时戴口罩、围巾等防护用品。回家后，务必拍打衣物和头发上的花粉，同时进行洗手、漱口、洗脸，并擤鼻涕。室内的管理，注意开窗通风。现代住宅密封性强，容易导致湿气堆积，从而滋生螨虫和霉菌。但在花粉浓度高的日子和时间段，应避免开窗。夏季可以使用空调，保持室内干燥。勤打扫，定期清理室内的花粉和灰尘。打扫时建议佩戴口罩，以避免扬起的灰尘影响。减轻压力，压力会加重过敏症状，因此保持愉悦的心情尤为重要。通过适当的方式缓解压力，避免长期积累负面情绪。预防感冒，感冒可能导致副鼻窦炎的发生，而过敏性鼻炎和花粉症患者更容易合并副鼻窦炎，因此尽量避免感冒显得尤为重要。
可以通过日常坚持鼻腔冲洗和使用油类滴鼻进行预防，避免吸鼻涕。擤鼻涕可能较为麻烦，但切勿通过吸鼻涕将分泌物反复吸入鼻腔深处，这样的习惯不利于健康，应尽量避免。通过上述方法，可以有效管理和改善过敏性鼻炎和花粉症的症状，维持健康的鼻腔环境。当鼻腔内的灰尘、病毒或细菌进入体内时，会带来诸多问题。而且如果擤鼻涕的方式不正确，比如吸回去的话，可能会导致鼻腔内的鼻涕倒流进鼻窦，引发中耳炎等风险。因此不要吸回鼻涕，而是要正确的擤出来。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鼻子受凉。当鼻炎持续存在时，可能会觉得脸部或鼻子发热，因此想要冷敷降温，但实际上这样做会适得其反。鼻腔的肿胀和炎症通常是因为鼻黏膜的血液循环受阻，因此关键是要促进鼻腔内的血液循环。为此，给鼻子保暖至关重要。在寒冷与温暖的环境间切换时，可能会导致鼻涕流出，这在血管运动性鼻炎和老年性鼻炎中尤为明显。因此，保持鼻腔温暖是护理鼻子的基本原则，避免鼻腔受凉，是保护健康鼻腔的重要一环。接下来第3部分，我们来讲解鼻部问题的2大巨头：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。首先是过敏性鼻炎，这是指身体的防御机制，打喷嚏、流鼻涕、鼻塞等，为了防止异物进入体内而被病理性的过度激活的状态。当身体将某种物质认定为异物时，会为了保护自己而生成抗体。当这种物质再次进入体内时，黏膜中的抗体会与异物发生抗原抗体反应，即所谓的过敏反应，从而引发打喷嚏、流鼻涕和鼻塞。这种过敏反应本质上是免疫系统过度工作所导致的，反而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。引起过敏的常见物质包括灰尘、尘螨、杉树花粉、柏树花粉、宠物毛发，如狗、猫、霉菌等。许多患有鼻部问题的人一年到头都感到不适。如果怀疑自己有过敏性鼻炎，应该接受检查，确认是否为过敏性鼻炎或花粉症，并明确过敏源是什么，了解自己的过敏源，并尽量避免接触这些过敏源，可以有效缓解症状。特别是患有一种过敏性疾病的人，往往更容易患上其他相关疾病，因此清楚自己的过敏情况尤为重要。关于慢性鼻窦炎，接着是慢性鼻窦炎的知识。鼻子周围有4个被称为鼻窦的空腔，鼻窦发炎即为鼻窦炎。过去这种病被称为蓄脓症，这个名称在老年人中可能更为熟悉。鼻窦炎的原因多种多样，其中最常见的是感冒或细菌感染引起的鼻腔炎症扩散至鼻窦。如果在早期就诊，通常通过药物治疗，急性鼻窦炎会在1到2周内得到缓解。但如果炎症持续不愈或反复发作，就可能发展为慢性鼻窦炎。慢性化后，黏膜肿胀会堵塞鼻腔和鼻窦的通道，导致脓液积聚，病毒滋生，炎症进一步加重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当这种情况持续3个月以上时，即被诊断为慢性鼻窦炎。严重时，鼻腔可能会肿胀狭窄，导致长期鼻塞。同时，炎症可能引起黄色或黄绿色粘稠的鼻涕。由于鼻腔负责嗅觉功能，肿胀可能导致嗅觉和味觉障碍。鼻窦炎还可能引发头部沉重感、头痛以及牙齿疼痛。最需警惕的是，这种鼻涕中可能含有细菌和病毒，会将感染传播至喉咙或气管，导致更严重的炎症。因此，务必要在慢性化或症状加重前及时治疗，以防止问题恶化。相信你已经明白尽早就医并及时开始治疗的重要性了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
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